静怡，你怎么上我们家来了？啊，你们以前都认识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我的女朋友叶静怡。不是你们俩这是唱的哪出啊？开什么玩笑呢？我们没开玩笑，这是认真的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跟董事长在交往，没来得及告诉你们。好了。哟，亲家，阿姨，进来。阿姨，哎，这是专门送给您的百合花，喜欢吗？送给我的？对，不是送给静怡的吗？真确定不是送给她的，就是送给您的。哈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不配拥有这花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但是你忘了，前一段时间让我太伤心了，你说过要补偿我的，补偿哪来？所以你就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？当然不是了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你那本身的如花似玉，它不就是？哦，懂了，你是说我姐本来就是一朵鲜花？太聪明了，真会说话啊，姐夫。哎，这个称呼我很喜欢，以后必须记着叫啊，不许叫别的啊。有什么事儿找姐夫，全给你摆平。真的啊？一言为定啊？脑袋被敲一下，嘴巴都变得油嘴滑舌了。阿姨，你老欺负我。就是别老欺负亲家，快坐。我哪有老欺负他？坐吧，亲家。我老实人我好饿啊！董事会要召开紧急会议，你觉得原因会是什么？你跟我说离婚的事情不是真的，对吗？你想想，我们多不容易才在一起的。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儿呢。我准备好了新公司，你将它毁于一旦。你妈妈、你继父干的那些事儿，有哪件是好的？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？姚倩倩，要是换做你，你会要这种妻子吗？那天就要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陪我逛了一天不累啊？不对，应该说病好点了没？我有什么病啊？我没病啊。不跟你说了吗？只要和你在一起，什么病啊、什么灾啊，全都忘了。什么事业呀、工作，通通抛之脑后。嘴巴还真甜。我知道工作在你的心中有多重要。错了，叶静怡，我告诉你，对于我来说，这辈子最大的事业就是爱你。别嘴贫了。行了，别送了，回去吧。别忘了把买的营养液喝掉。哎，对了，那信你确定要交给警察吗？我再考虑考虑吧。这就回去了，忘了点什么吗？还没想起来，我自己来了。舍不得你。好啦，路上注意小心。拜拜。有这么难吗？我的房产和财产比这个值钱多了，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弄了这么一点点钱呢？我不管，不管是你房子也好，股票也好，通通卖掉。必要的时候，低价出售，把筹来的钱都给我送过来。老公，老公。你等等我，老公，你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计算了一下我的股票还有房产，咱们一定能把违约金还上的。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现在董事会已经要求我辞去董事长的职务，于金已经施压，要求总公司和易峰直接合作。我知道，等咱们还完了钱，肯定能说服于金。你怎么那么幼稚呢？于金凭什么听你的呀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？对于你来说，公司重要还是我重要啊？我之前做了那么多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我为公司做的贡献难道现在都不算数了吗？老公，你真的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一切的。你怎么还跟我犟？你已经被赶出办公室了，你怎么处理啊？我倒是希望你早点被赶出办公室，也许事情不会这么糟糕。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我希望你消失，从我眼前消失。老公，如果你真的想收拾这个烂摊子的话，那么你就去求叶静怡原谅你。叶静怡如果把你告到法庭上，我怎么去说服董事会的人？如果于金掌握了分公司，我和你还有好日子过吗？你是在叫我去求叶静怡吗？是，求他，或者做一切让叶静怡能原谅你的事情，要确保叶静怡不把你告上法庭，这样我们才有活路。当然，你如果觉得这样你做很没面子的话，那么我请求你想想办法，把证据拿回来。老公，叶静怡，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对不起，静怡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我错了。什么？我没有听错吧？都是因为我太嫉妒你了。我嫉妒你做什么都比我做得好，又得到大家的赏识，所以我一时之间就动了歪念头。所以就偷了我的设计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就得原谅你吗？我知道，我做的那些事情你很难原谅我，但是省省吧，我不想再听你废话了。在我把话说难听之前，你最好赶紧走。静怡，静怡，静怡，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看在妞妞的份上，好吗？我知道，我之前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太伤害你了。我给你跪下行吗？我给你跪下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静怡，看在妞妞的份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和王静不能再出事了。如果我们俩出事的话，妞妞怎么办呢？妞妞已经因为有2个妈妈而遭到其他孩子的取笑了。如果这件事情闹到法庭上，妞妞也会受到委屈的，是不是？静怡，我不想做一个丢脸的妈妈，我想做个好妈妈。姚倩倩，你以为你跪下来求我就能解决问题吗？那个设计是我的心血，你粉碎了我的梦想，居然还来求我原谅？你了解我的，我做事情冲动又莽撞。自从我偷了你的设计之后，我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。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你到底想折腾什么？该有的都有了，不好好做你的妈妈，做一个好妻子、好设计师，成天脑子里就想着歪的斜的，你不累吗？我真的累了。要不是看在妞妞的份上，我真的死都不会原谅你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我保证，我会当一个好妈妈的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我给你跪下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静怡，看在妞妞的份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爸，你说我做的对吗？
喂，静怡，我正琢磨着给你打电话呢。刚才姚倩倩来过，青江，我想设计泄露那件事不追究了。她跟你说什么了？我是为了妞妞，现在她的生活已经够混乱的了，如果姚倩倩再出点什么事，我怕她再受到伤害。我理解。先不说她了，我叔叔今天还问呢，说你什么时候能回来上班？替我谢谢你叔叔，我想自己干，在网上做点生意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公司即将要失去一位优秀的设计师喽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打造出自己的品牌。老公，叶静怡那边解决了吗？别担心，他不会再追究设计的事情了。你就那么肯定？不信你去问他呀，因为妞妞的事，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拿到证据了吗？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交给我好了。我要是没有法子，会这么自信吗？我把股票卖了，这是我的存款。跟玉晶搞好关系。如果那个死老头子死不松口的话，这点钱连零头都不够。老公，今天会早点回家吗？事情还没有解决呢，你先别来这儿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把什么都给你了，连存款都给你了，你还是要跟我离婚，对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事情还没有解决呢。事情解决了就好好过，解决不了就离婚，是吗？你就是这么对待感情的？难道你这个破公司比我和妞妞还重要吗？你提妞妞干什么？妞妞是我女儿，你别以为离婚了我就可以把妞妞给你，成全你和叶静怡去过以前的日子，你休想！你如果觉得这样你做很没面子的话，那么我请求你想想办法，把证据拿回来。妞妞，想妈妈了。我的妈妈。那我问你，你是想我呢，还是想叶静怡妈妈呀？叶静怡妈妈。那我带你去见她好吗？真的吗？谢谢。静怡啊，我看清江这个孩子啊，真的不错，你就早点把婚期定下来吧。啊，妈，妈知道你心里惦记着小宝，但总不能他不回来你就不结婚吧？你看这孩子，刚下楼就来电话了。什么事？静怡啊，我想谢谢你，还想像以前一样跟你好好相处。我没说要原谅你，你忘了吗？以后没事不要打过来了。妞妞很想你。妞妞？对啊，我能带着妞妞一起去看你吗？今天我有事，明天下午吧。好，那明天见。
静怡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小宝一定会没事的。啊？作为姐姐，我欠他太多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帮他洗脱冤屈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秦江，我要谢谢你，帮了我这么多，也帮了小宝这么多。应该的。你是静怡？是。你真的是叶剑怡，叶慈云的大女儿？是。您是？我小宝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一下变成通缉犯了？静怡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他怎么是通缉犯了？阿姨，阿姨，我也是看了电视才知道小宝成了通缉犯，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我亲手带大的孩子怎么能成为通缉犯呢？他那么乖巧，从小就听话，怎么一夜之间就……阿姨，您别太难过了。我知道，我们俩小时候让你操碎了心。哎，静怡，你还是那么乖巧的样，你看那眼睛还是那么水灵，哎，一眨眼都成大姑娘了。阿姨，我不是什么大姑娘，我现在都已经是当妈妈的人了。哦，你已经结婚了？哦，对对对，你看我都老糊涂了。哎，这就是你的丈夫啊？哦，我是她的丈夫，我叫于清江阿姨。多帅的个小伙子呀！你们俩蛮般配的。谢谢阿姨。阿姨，您到公安局来做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是想问问他们，这几年小宝到底在外面是做了些什么犯法的事儿了？怎么就成通缉犯了？是不是他们搞错了？父亲去世以后，发生了很多事，小宝也是被冤枉的。唉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要是那天我不让他一个人在屋里边，他就不会跑出去了。阿姨，这件事情不能怪你，他是为了找我才走丢的，都是我的错。唉，王静，你来看看这是什么呀？怎么了妈？我在你们房间里发现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纯银的，像是孩子的项链，但是又不是妞妞的。妈，上面写的叶小宝3个字，是叶静怡弟弟的。叶静怡的，那一定是静怡啊忘在你们屋了，被姚倩倩发现了，所以他就把它扔了。他呀，他眼里就容不下静怡的任何东西。妞妞啊，今天很开心吧？要去见叶妈妈了。你一定要给我梳个漂亮点的头发。我不，我要给你梳一个白雪公主里边那老妖婆的头。我不，妈妈喜欢看我漂亮的样子。妞妞，哎呦，倩倩啊，你干嘛对孩子大吼大叫的呀？难怪他对你没感情呢。哎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他懂什么呀？我说倩倩，你以后对孩子有点耐心行不行？你听听他说的那些话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妞妞，你以后要再敢这么说话，我就再也不带你去见叶静怡了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哎呦，哭，就这哭，不知道谁是你亲妈呀？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哦，不哭啊！来，姥姥给你梳一个最漂亮的头，不哭啊！不哭，宝贝儿。哎呦，你能不能？好了，不哭了，乖，不哭了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跟你道歉，对不起啊。你还会带我去见妈妈吗？会的。真是好久都没有见到妞妞了。对啊，该不会把我忘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的小脑瓜记性好着呢。那个，我今天订了一间特别好的餐馆，妞妞一定喜欢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太好了。来了。
上来，别把小姨累着。哎，走，我们去吃好吃的啊。走了，跟小姨坐后面。上课。喂，开锁公司吗？我钥匙忘家里面了，能帮我开下锁吗？出来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你昨天看妞妞的时候，于清江也在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是要嫁给他吗？是，我说过，我不想再隐瞒对他的感情了。你变得勇敢多了。我想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。我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勇敢。我应该感谢于清江，是他让我意识到这一点。静怡，有件事我一直没提，因为以你和我之间的关系，提到钱会有点尴尬。什么事呢？之前你说要到我公司上班，所以我把定金给你了。现在，要么你来上班，要么请把定金还给我。你放心，定金我会退给你的。你叫我来就是这件事吗？王静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以为你是劝我回公司上班，没想到是要钱。你变了。那静怡，这个还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宝的项链，落在我家了。他怎么会在你那里？20年前他就不见了。是吗？我妈在我卧室的垃圾桶发现的，一定是姚倩倩知道这东西是你的，所以给扔掉了。但我觉得她对你很重要，就打电话叫你出来了。怎么会在王静家呢？阿姨，是我，叶静怡，我有事要问你。您还记得小宝走丢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记不大清楚了。哎，那么多年了，小宝的项链你还保留着？这个项链是别人给我的。你还记得我那个好朋友姚倩倩吗？就是经常在我们家住的那个女孩。哦，对对对，是不是那个皮肤有点黑、眼睛大大的那个？对，就是她。哎呀，这女孩啊，从小就鬼点子多，我一见到她脑袋都大了。哎，你怎么想起她来了？小宝的项链一直在她那儿，所以我才问您，当时小宝走丢的时候都有谁在家？切，真奇了怪了，这项链怎么会在她那儿呢？
是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找我有事吗？董事会决定，对于你之前泄露公司机密的事情既往不咎了，可以继续回公司上班，但是不能再做首席设计师了。为什么？这是董事会的意思，他们希望你能戴罪立功，希望你理解。太过分了！恭喜你怀孕了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不好？不要为我担心，我没事。真没事儿。今儿的手归我了，我给你暖暖。谢谢你，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握着我的手。哟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肉麻了呢？真的，要不是你，我就会失去自我。你真的觉得我对你那么重要吗？是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静怡，明天我想带你回家见我叔叔，我要当着众人面向你求婚，不会太仓促了吧？我知道你没有心理准备，可是我……不是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和你一起去见你叔叔。你想明白了？为了你，我会变得勇敢。哦，对了，眼熟吧？自从你那次拒绝我以后呢，我就一直把这个项链戴在身上，伺机再送给你。今天时机成熟了嘛？你不会这次再拒绝我了吧？啊？其实上一次，我就很想戴上它。是吗？来，给你戴上。好了，真漂亮。你是说项链吗？人。我爱你，静怡。老公，我们谈谈吧。我知道你已经回公司了。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看着我的眼睛？合作项目会继续进行，我也可以回公司上班了。你还生我的气啊？事情没那么简单的。现在我整天提心吊胆的，就怕你给我惹什么乱子。离婚我是认真的。我们不会离婚的，永远不会。为什么？
我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我今天已经查出来，怀孕5个周了。这个孩子一定很爱我们，是吗？为了阻止爸爸妈妈吵架，他来得很及时，是不是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怀孕了。啊！真的？倩倩，真的，哎，真的怀孕了吗？来，坐下。真的？我已经在医院检查过了。哎呀，那不是不让生2胎吗？嗨，咱们倩倩是意大利的身份，不管咱们生，就算是要交罚款，我跟你们说，多少钱我来出啊！倩倩想吃什么？跟妈说。我想吃荠菜馅的饺子。走上超市。对，买什么买啊？我亲自做。为了孩子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倩倩啊，这次一定要生个儿子哦，这样好为我们王家连续香火。哦，对了，王静啊，燕儿、倩倩，赶紧给你爸上炷香嘛，让他保佑我们的孙子啊！对，好，快去吧。吴姐，能不能不去英国呀？我很早啊就移民了，现在啊，国内的事儿啊都打点的差不多了。可是我欠您的太多了，让我怎么还呢？如果你想还的话，那就当已经还给我了。您对我的恩情，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。静怡，你上次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帮你吗？其实，在很早以前，我也曾一度陷入人生的低谷，可是我没有勇气去了断自己的生命，所以只好苟活到现在。我失去了爱人、亲人、朋友，甚至于健康。唯一只有你的父亲把我当人看待，他给了我那么多恩惠，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关照我，像一棵大树那样为我挡风遮雨。我今天帮你啊，是因为你是他的女儿，我这也算是对他报答之情。但是，如果你真的要还的话，那好，等你将来成了著名的设计师以后，送我一件你设计的最出色的衣服，好吗？我一定会的。这个我一直犹豫要不要给你，它可以帮你，但也可能会害了你。这里面呢，就是你想要的。你不是问我手上有没有他们的资料吗？这里面啊，就有王静毁掉你父亲公司的证据，和一份背叛你父亲的人员名单。可这些啊，都是通过秘密调查得来的，所以不能在法庭上作证。我之所以给你，是我认为你有权利了解事情的真相。看了以后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如果这里边有背叛我父亲和帮助王静那些人的名单，那么就能知道小宝是怎么被陷害的了吧？你弟弟不顾一切反对，当上了董事长的位置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他们是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小宝头上。他只是替罪羊而已。打开信封前，你要三思，里面的东西啊，可以证明你的大胆的猜想都是真实的。
老天爷还是很善待我们的，他让我认识了你，让你认识了我，就是有点晚。要早点就好了，早点的话，我就可以一直照顾你，你就不会受那么多罪了。爸，如果我不看的话，你不会怨我吗？我只想过幸福的生活。倩倩，你真的怀孕了吗？我骗你这个干什么？你之前骗我的太多了，但这次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骗我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老公，以前是我不好，但是现在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不会再骗你了。我们好好生活。我相信你。谢谢老公。我会做一个好妈妈的，把我们的孩子抚养长大。好，我上班去了。夫人，不是的，在我身上啊。哎呀，粥好喝嘛。倩倩，今天还上班吗？我今天请假了，跟王晶约好了去医院做检查。对，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注意身体，多吃点啊。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妈，嗨，我看啊，你也吃的不少啊。你也怀孕了？哎呀，这个问题很简单呐，因为我有一颗宽容的心，所以呀，你看我的皮肤红红润润的。宽容的心，你那么宽容，怎么会把项链给扔了呢？什么项链啊？别装了，这个家呀，也只有你才能做出那样的事来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又没疯，我干嘛扔项链啊？那么贵的东西，真是。奶奶，是你捡走了我的项链吗？妈，那项链后来你怎么处理的？能怎么处理啊？我交给王静了。王静说那是叶静怡的弟弟叶小宝的。好了，吃饭吧。王总，我已经核实过了，只要我们拿到银行的贷款，资金就刚好够用。但这个决定太冒险了。冒不冒险是由我来决定的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跟张行长联系一下，我要跟他谈谈组建新公司的事。好。老公，倩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不是约好下午1点见面的吗？我要去开会了。我在家里待着闷得慌，就提前出来了。老公，你前2天是不是在家里面找到了小宝的项链呢？项链？哦，对，我把它还给叶静怡了。给叶静怡了？怎么了？我跟叶静怡见面就是为了还项链的，你别误会啊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我现在要去开会了，你是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呢，还是我们直接医院见？你去开会吧，我在这儿歇会儿。好。喂，静怡啊，你要是没想好，没关系的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不用了，我会去的。那就今天晚上，你同意了？我当然要跟你叔叔见一面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就像你的家人一样。我答应你。好，那晚上我去接你。好的。
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嘿，我开心你都知道。怎么了？这是这个月的调查报告。哎，对了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晚上没事啊，怎么了？一起回家吃饭喽？回家吃饭不用预约吧？呵，你这大忙人的，不预约能行吗？喂，你好，是我，大神。什么？你想起来了？李婶儿，哦，我来了。来，坐。你是不是想起了小宝走丢那天发生的事？哦，今天呐，我看见我女儿穿着那双鞋，我忽然的就想起来了。小宝走失的那天，你说的那个叫姚倩倩，对，就是姚倩倩。当时她在屋子里边。是吗？啊，可是她说她那天没有去过我们家。我也是在这么想。那天呀，小宝睡醒了以后，非要缠着我，让我带他去钢琴班找你。我把他哄乖了以后，下楼就看见了姚倩倩那双鞋。这么说，小宝走丢的时候是跟姚倩倩在一起？对呀，他明明在屋子里边，为什么非要狡辩说他不在呢？他坚持着这么说，我想的是不是我看错了？现在好好的想想啊，那双鞋明明是他的，他为什么要撒谎呢？姚倩倩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说了，不是我把他弄丢的。就是因为你，小宝的生活才会像现在这样糟糕。要不是因为你，他会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就不会过现在这样的苦日子了。不是我，你不能听到那个大婶的一派胡言就来指责我。我告诉过你的，我没有看到什么项链。撒谎，还在撒谎。行，就算是当年我和他一起出门，我一个人回来的，就算是他因为那件事情走丢的，那又怎么样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因为你给我跪下，连你把我父亲气死的事情我都不再追究了，你还是人吗？即使他因为迷路而回不了家，那也只能说明是一个小男孩5岁的宿命。你还打我，你可能还因为当年没有对小宝履行的承诺而感觉到痛苦吧？你有什么权利冲我发脾气？那你当年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就那么忍心看着我们全家痛苦吗？你，喂，文彤，什么事？什么？文彤，你慢慢说，什么事？小宝怎么了？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呀。很神奇吧？以前我怀妞妞的时候，总是担心你离开我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心情去欣赏。现在看一看，真的很漂亮。啊，对了，这是7周大吗？我看不大出来。虽然现在看着很模糊，但是很快就能看出孩子的模样了。王进，有人找。来了吗？你快点儿！菜都快凉了，出来吃吧。来了。你除了吃饭可不可以干点别的？明宇，你怎么来了？领导，我有急事要跟你说。
有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吗？叶小宝死了。叶小宝死了。谁死了？叶静怡的弟弟死了。叶小宝身体不是挺好的吗？医生说他死于心脏麻痹。那叶静怡岂不是要疯了？你说谁死了？就是叶氏集团董事长走失的儿子叶小宝。叶慈云的儿子。你的消息准确吗？准确，死于心脏麻痹。爸，我当时真的没办法。老公，你在这儿啊？怎么了？小宝的死我很难过，当时我可以支持他，但是我没做到。小宝，当年我不是有意把你扔下的，我那个时候才7岁，什么都不懂，求你原谅我。没什么，他就是不再签字，那我们还可以说他使用了复式记账法。我是叶静怡，我们能见个面吗？这么晚了，突然把我叫过来，有什么事儿吧？上次你说过我们不再见面了的。我想知道关于保罗·卢克的信息。据我所知，保罗·卢克是意大利的私人投资商，而且是华锦集团的大股东。我不需要知道这些官方的资料，我需要得到更深入的信息。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？
你不是说你不想再复仇了吗？我改变主意了。为什么？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但我错了。我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害死小宝。我要替小宝讨还公道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求求你，帮帮我。我可以帮你，我可以全力的帮你。不过什么事都不是白来的，我也有一个条件。董事长的条件是什么？我想让你成为我的太太，你愿意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真不敢相信是你画的。嗨，金怡，你说那俩孩子因为你年轻漂亮不同意怎么办呢？您别说笑了，他们又不是不认识我。董事长，他们回来了。那好，老班长，咱们开饭。走吧。叔叔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瞧，叫伯母啊。哎，瞎叫什么伯母？哦，我错了。我应该叫婶婶。对，婶婶。结婚以后叫婶婶，现在也不能叫伯母。不叫伯母叫什么？来了。静怡，你怎么上我们家来了？啊，你们以前都认识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我的女朋友叶静怡。不是你们俩这是唱的哪出啊？开什么玩笑呢？我们没开玩笑，这是认真的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跟董事长在交往，没来得及告诉你们。好了，已经正式见过面了，咱们一边吃一边聊吧。董事长，我就不留下来吃晚饭了。哎，老班长为今天这顿饭忙活了一天。大家已经见过面了，改天吧。那好，我派车把你送回去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走就可以了。再见。我们吃饭吧。哎哥，这事儿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不是我这在做梦吗？我，啊，静怡，静怡，放开我！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真的，对吗？这是真的，我已经打算和你叔叔订婚了。你跟我叔叔订婚？你怎么能跟他订婚呢？你糊涂了吧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，静怡？甭管有什么事儿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面对，好吗？没事儿，什么也别怕，有我在呢。我没有难言之隐，这是真的。我觉得好可笑啊，真的很荒唐。你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这样了呢？你跟我开玩笑呢吧？不是，这玩笑不好玩，我觉得，咱不开这种玩笑好吗？静怡，真的，我受不了这个，正常一点，不开玩笑好吗？啊！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你必须相信。你现在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了吗？我一直在玩弄你，明白了吗？笑刺痛我眼睛，不愿意输给你，看不穿猜不透的心，会用太多不经意让我歇斯
爱是你给的伤害，不爱却又放不下依赖，疯了的也拒绝平安，我的明天真的与你无关，别再想，别再说爱与不着了魔，又熄了火，你用倔强等我错，太迷惑，让我虚脱，眼看着泪都结成冰，当多情背叛无情，算我咎由自取，惩罚我狂妄的任性。是你给的伤害，不爱却又放不下依赖，疯了的也拒绝平安，我的明天真的与你无关，到后来才发现爱也不到后来才决定，爱也不爱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于清江被抓了？哥，怎么了？警察，你看，是他先打我的，我要打成这样，你看。你放屁！谁先打人的？大哥，啊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就开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把老赵接过来。你先听我说完啊。因为没有证据，这件事情暂时先过去了，但还是小心点为妙。如果叶静怡发现他了，对我们都没好处，所以你把他接回来住吧。是我的主意，但是不能让别人看到你们俩在一起，别给倩倩添麻烦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谢谢你，王进。看样子只有你理解我和赵桂生的西洋之恋。什么？赵桂生要到我们家来住？不行，他像只苍蝇一样，天天围着我们家转，还专门偷吃我们家的东西。王进，我不同意。妈，你得理解一下。再说，如果倩倩有压力的话，会影响孩子的。我也喜欢姥爷。天哪！他们两个人要住在我们这儿，我怎么看得下去呀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是于董事长的一点心意。于董事长，尹秘书，哎，您来了。好，董事长在下面等您呢。妈，我下去一下。彤彤，彤彤，静怡，我从这儿路过，顺便来看看你。谢谢你。
有一件事儿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跟清江在工作的时候，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他昨天见到你以后反应很奇怪，晚上喝了很多酒，闹事儿，最后就进了派出所。他进派出所了？没什么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儿我都已经搞定了。啊，你看，我们的订婚仪式什么时候进行合适呢？越快越好。要不要征求一下你妈妈的意见？当然，我会跟她说的。那好，我等你的消息。那你路上小心。放心吧。姐回来了，快去看。静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会和楼下那个人？是的。那清江呢？清江算什么呀？我跟清江本来就不合适，而且我也不爱他。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你可不能这样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嫁的人是董事长。董事长？你胡说什么呀？你不会想当那个人的情妇吧？你不能这样做。要是因为小宝的死而毁了自己，那你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我绝不会让你这样做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过一阵子，我会把他介绍给您的。还有，我跟清江的关系已经结束了，希望以后妈和文彤不要再提清江了。静怡，静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你姐这到底是怎么了？马上把这些礼物都退回去，明白吗？走吧。姐，退完之后打电话啊。门没锁，又要拿什么了？静怡是我。叶静怡，你觉得你昨天那些解释能让我信服吗？我希望你能对我坦诚的、开诚布公的，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一遍，清清楚楚，不要有任何的隐瞒。算我求你。没什么清楚不清楚的。昨天晚上你也看到了，我选择了你叔叔。撒谎！我没撒谎，你都亲眼看到了。在这之前我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就算我说了，你也不会懂，你也不会相信。还在撒谎！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吗？你转过来看着我的眼睛！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以前对我那些爱，说的那些甜言蜜语，全都是假的？还要让我再说一遍吗？我现在跟你没有任何瓜葛了。你胡说八道！
出去！给我出去！我不出去！对不起，我有点激动。你今天不把这些话说清楚，我没法走。非常抱歉，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。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你要让我说多少遍？我就是这样的女人。是，我之前喜欢过你，可是为了利益，我可以改变我的心意。怎么样？现在认清楚我了吧？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我的本性。不是，你不用骗我。我特别了解你，你有多善良，我知道。你是因为小宝不在了，你心里难受，你想复仇。小宝不在，我也特别难受。但是你不能因为要复仇，就出卖自己的爱情，这不可以。你是个好女孩，静怡，咱不走这条路。你跟我走，你去跟我叔叔说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你真心爱的是我，好吗？咱们现在就去，好吗？咱们现在就跟他说清楚，你爱的只是我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放开你！你放开我！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？我没骗你，我没骗你，我不值得你爱，你放开我！我就是这样的女人，让我接受惩罚好了，放开我！我不！救你！饶了我！你饶了我吧！放了我吧！我真的不值得你爱，放了我吧！求求你放了我！走吧，别再来找我了，走吧，求求你走啊！老天爷啊！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？为什么又让我最爱的女人来背叛我？